你说现在这个中国看到我们 F-16V 其实很紧张，然后一直在吃我们豆腐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其实中国他一直在讲说，他的以前旧的歼7型战机，那个是老战机，他们已经全部换成歼10C。那歼10C其实你不要看前面这个辅助的这个前翼，它的长相其实包含进气口跟尾翼跟 F-16是很像的。对，其实它很像的。然后他强调了一点说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已经不得了喽，你们 F-16V 要3架才可以搞定我一架歼10C。F-16V 是要对歼20的，你现在拿歼10C 跟我们比，对，他就是给你上市对下市嘛，说你可以三架 F-16V 才可以搞定我一架。那他的专长是什么？他说我跟你讲，我们以前这个歼7是连杆齿轮的操纵。现在我已经进化了，他说我已经进化了哦，我已经进化成所谓的这个线传，还有这个飞航的操控，对，就是我不用连杆，也不用齿轮了。可现在都数位操控啊，你还在线传干嘛？正好我告诉你，我们多早以前就这样。对啊，我们发明 IDF 就这样。对啊，线传不是很基本。我在挂小上尉军官 ，IDF 在飞的时候，飞官就告诉我，他说 IDF 飞行要经过换装，因为它不是连杆齿轮的操作，它不是所谓机械性的操作，它是线传飞航，对，就是透过线路数位化，把讯息弄到每一个机翼所有的老流翼上面，它的小的推进器就直接改变。对，我们 IDF 就这样做了，那更不要说现在的 F-16V。对，那他的说法是说，因为我们变成线传飞航之后啊，我们不用专注在飞行上，那个连杆齿轮它的灵敏度不够高嘛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变成线传飞控之后，我们有更多的精神可以在缠斗武器操作瞄准上。所以呢，你3架 F-16V 才可以搞定我一架歼10C。我说我们连 F-16V 都不用去，对 ，IDF 就搞定它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是吃我们豆腐嘛，对不对？完全是吃豆腐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吃豆腐更大是说，中国外交部纪念美国飞虎队来华抗战80周年，这也是吃豆腐。哇，这吃大豆腐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陈纳德将军已经过世了，对，你过陈纳德将军是终身反共，对，所以说终身反共哦，他对于共产政权是终身反共，所以曾经。中共把陈纳德当成最不受欢迎的人物，几乎在中共所有的文献里不会看到陈纳德将军。对，现在在人家往生多少年之后，来个抗战80周年，他发现如果我要讲抗战，没有这个飞虎队，好像不像他要把中华民国过去所有功绩都吃下来，全部吃掉，从你辛亥革命啊，从你所有以前国军对日抗战到飞虎队，他说全部那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所以中国包含了中华民国，所以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他就要这样子来包装，来糊弄全世界。但是别忘了，陈纳德将军终身反共。